哟，还一个，现在该我了。泰拳，还有谁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泰国恶霸试图用蛤蟆灯来恐吓坦克邱建良，不料邱建良眼神突变，一脚将泰国恶霸打昏厥在擂台上。此时的邱建良位于羽量级世界排名第2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。邱建良排名以下的选手则是虎视眈眈地盯着邱建良，试图击败邱建良，以此来增加在世界上的排名。不过邱建良要是没点实力，怎么可能会排在第2的位置？此次挑战邱建良的是泰国的恶霸苏萨控，这家伙不仅扬言要在第1回合 KO 掉坦克邱建良，还声称说拿下邱建良之后剑指世界第1考。只看面相就能看出来，苏萨控就不是当世界第1的料。这家伙能进世界前10靠的纯属是运气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是如何暴揍 KO 苏萨控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邱建良上来率先对苏萨控施展了一个神龙摆尾，这就给后面苏萨控被神龙摆尾 KO 埋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。一身泰拳招式的苏萨控在对拼起来弱点还是十分明显的。对比之下，邱建良是熟通泰拳，练过散打，精通跆拳道和各种知名武术，所以邱建良的进攻攻势比苏萨控略微强大一些。是目前世界第1的这个考菲尔泰斯，是，但是目前考菲尔泰斯一直没有应战。对，现在很多人都想挑战邱建良，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排名啊。这场比赛呢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应该也有着很多的期待啊。比赛刚开始1分钟之后，两位就来到了内围搏斗。打法单一的苏萨控率先被邱建良打了一个独苗，一记是大力沉的顶膝，恨不得能将苏萨控顶到天上去。这一下确实给苏萨控带来了很大的创伤。经过读秒的苏萨控依然选择继续与邱建良对拼。发力果决，打击精准有效。邱建良是一个很擅长思辨的选手，又要进入内围了。我们看后直前摆，对方扫一个，邱建良大波上钩平勾，平勾顶膝，左平勾右扫。泰拳拼的就是一个内围对攻。不过在内围对攻的邱建良诡计十分多端，从小练习泰拳的苏萨控根本就控制不了邱建良，还时不时的遭受邱建良的重拳报复。话说回来，邱建良可是世界排名第2，岂会怕一个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？苏萨控现在是饿了一口气啊，要跟邱建良争高低。对，推开再顶，再顶，邱建良平勾，对方后直，苏萨控的又中了2下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非常热情的，在为邱建良加油。顶膝，推开，前刺。实在拿邱建良没办法的苏萨控决定施展一个绝招，就这样苏萨控一记蛤蟆灯打在了邱建良手臂上，这个蛤蟆灯也正式成了苏萨控被 KO 的导火索。虽然邱建良内心冷静无比，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苏萨控接下来会施展出什么样的招式。上钩打到了，邱建良刚才中了一个上钩，邱建良还是要把架子抱稳。是这个，在这个放松的。此时的苏萨控离被 KO 还剩下5秒钟。邱建良突然发力推开苏萨控，紧接着邱建良一记神龙摆尾精准地命中了苏萨控的脖颈。神龙摆尾可是邱建良最经典最厉害的招式，曾 KO 过泰国国宝肯姆和法国名将肯姆罗宾，现在又多一个泰国恶霸苏萨控。这3位拳王被 KO 的姿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先被邱建良推开，随后邱建良施展神龙摆尾，这样邱建良才能精准地把握对手的距离，然后才可以施展是大力沉的神龙摆尾。邱建良的心思除了他自己能够摸清，估计就连世界第1考都摸不清邱建良的战术与心理想法。这或许就是邱建良能击败考豪取世界第1最重要的原因。击败了苏萨控，成功稳固了排名第2的位置。大家喜欢邱建良这位选手吗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现在到这个少林弟子怒了，一记大力金刚腿直接踢飞来华挑战的泰国黑金刚，必须有人扶着才可以站起来走路，一瘸一拐走向擂台边缘寻求医护团队帮助。
首先，大家看到的是身披泰国国旗的黑金刚阿虎，这家伙17岁就获得了伦皮尼全场的冠军金腰带，18岁就拥有了多项世界冠军头衔。今年29岁的黑金刚阿虎确实也到了该退役的年龄了，也该来中国这个矿山开始捞金，改善一下退役之后的生活了。在黑金刚最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在酒吧竟碰到了10人持械威胁，一身武功的黑金刚阿虎自然是不怂他们几个地痞流氓，3下5除2就 KO 了8人，打伤了2人。自那以后，黑金刚阿虎的名号就彻底响彻了整个泰国。这就是经典的10年打拳无人问 KO 8人天下知，还说到不要用你的业余挑战别人的饭碗。这句话就是出自黑金刚阿虎口中。黑金刚阿虎的对手是高举5星红旗的张孝辉，此时的张孝辉巅峰能打17，正好遇到了准备来华捞金的黑金刚阿虎。而且晚年的黑金刚阿虎脾气依旧不改往日，指着张孝辉的鼻子怒骂道：“散打功夫就是三脚猫功夫。”还扬言 KO 张孝辉只需要10秒钟。一个29岁的老将怎么好意思对34岁小将说出这样的话？虽然两人年龄相差5岁，但是体重却相差了15公斤。体重相差这么大，黑金刚阿虎并没有选择退缩，而是嚣张挑衅经验丰富的张孝辉，以此来达到在中国捞金的目的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黑金刚阿虎是如何被张孝辉光速 KO 的。经长按3毛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刚上来的2位大帅哥率先展开腿法试探，看着黑金刚阿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来气。别看这家伙吊儿郎当的，这家伙年轻时期可是在国际擂台上风靡过一时，风流人物，不是酒吧夜夜笙歌，就是洗脚成暗度陈仓。奈何张孝辉也并非是中国的无名小卒，年轻时期的英勇战绩放到现在也是十分炸裂的。我们看到这个阿虎在今天的比赛里面，你看他很放松啊。你对非常的有比赛经验，在泰国打破黑金刚阿虎经典的泰拳反架，不料张孝辉一记大力金刚腿精准命中了黑金刚阿虎的大腿根子，这一脚直接把现场观众的激情给点燃。从这一脚开始，接下来就是黑金刚阿虎挨揍的时刻。来华捞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波球一样赚得盆满钵满，捞金过程中一个不小心绝对会命丧9泉。90年代末期的练拳击的34岁啊，这场是一场无差级的哈，所以说85以上，然后就没有这个级别之分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张孝辉的体重呢是100公斤，所以说这个在体重的力量优势上比阿虎要有优势。这个黑金刚阿虎说：“你打吧，我能扛得住，来吧。”此时的黑金刚阿虎不是正在挨揍，就是在挨揍的途中，无时无刻都在被张孝辉的重拳轰炸。抗揍耐打的黑金刚阿虎进攻攻势依旧不减，还是那么的不要命，使劲往前冲往前顶。在黑金刚阿虎面前站着的可是中国有名的擂台杀戮机器，只要黑金刚阿虎一个不小心，那绝对会命丧在这个擂台上。中国勇士的战队来迎接他，迎战他。而且那场比赛将在这个泰国的体育频道进行现场直播。所以今天这场中泰对决啊，只是一场热身。更多大家期待的是8月10号那场中泰的巅峰对决。张孝辉试探了黑金刚阿虎半天，最终还是选择使用地扫腿来干扰黑金刚阿虎的重心。不料这一脚下手太重，差点将黑金刚阿虎的腿给踢报废。重新站起来战斗的黑金刚阿虎又吃到了张孝辉2记金刚腿，耐抗耐打的黑金刚阿虎最终还是倒了下去，躺在地上十分的无助又很无奈，腿已经被张孝辉的金刚腿阿虎给踢废了。黑金刚阿虎连爬带滚的往擂台边缘爬，试图让医生快点上擂台给自己治疗。年过29岁的黑金刚阿虎打了大半辈子拳了，不能将晚年名声毁在中国。最终中国选手张孝辉扶着受伤的黑金刚阿虎下了擂台，这就是中国选手的武德和教养。赛前不管你有多狂有多嚣张，赛后绝对是最狼狈的。想来中国捞金还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值不值出场费的价格。想来中国捞金的人多了去了，黑金刚阿虎根本就排不上号。大家觉得张孝辉打得怎么样？解不解气，解不解恨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比赛结果红方胜。